这节课呢，我们继续来做题，再消化一下抛线的定义。好了，我们先看一下这道题。动圆过点1逗0，并且与直线 x 等于-1相切，求动圆的圆心的轨迹方程。我们一向是题中说什么我们就表达什么，所以呢，我要建立直角坐标系。动圆过1逗0，这个点呢就是1逗0，x 等于-1呢就是这样的一条直线，这是 x 等于-1。有一个圆儿呢要跟这条直线垂直，要跟这条直线相切，要和这条直线相切，还要经过这个点。如果一个圆儿和这条直线相切，说明圆心到切点的距离是半径。圆心和切点的连线，这个半径和这条直线还是垂直的。那么既然经过1逗0这个点，圆心和这个点的距离也是半径，所以大家是不是感受到，它其实就是到定点的距离和到定直线的距离一样大。到定点的距离，你看。那么我就以它为圆心，以到定点的距离为半径，我画一个圆儿，是不是这样一个圆儿？圆儿和直线相切，连接圆心和切点，这个半径跟它是垂直的，而且它就是半径 r 啊。经过1逗0呢，显然它也是半径 r 啊。既然都是 r， 它们俩就相等。所以这样的圆能画出多少个呀？因为满足到定直线的距离和到定点的距离相等的那样的点有无数个，所以就会有无数个圆心，于是就能画出无数个圆。那么无数个圆心，它们聚集在一块儿，这样的点的轨迹，这样的点的集合，它就是抛物线。我们又是回归定义回归到抛线的定义。显然呢，它就是那个焦点，它就是那条准线。抛线呢，它就是开口朝右的，开口朝右的抛线是 y 方等于 2px，p 是等于1的，2p 是等于2，所以抛线的方程就是 y 方等于 2x， 又是回归定义。好，第一个这是p个单位，p 等于1，p 就等于2，2p 是等于4的 ，y 方等于4x。接下来我们再考虑一道题。下一个题，大家快一点读题。F 是抛线 y 方等于 2px 的焦点，抛线的方程给我了。y 方等于 2px， 显然呢，这是开口朝右的抛线。建立直角坐标系，快速的勾勒出草图。开口朝右的抛线，焦点是 F， 坐标当然是p逗0。大家记住，只要画抛线，无论题中是否提到准线，你一定要画准线。只要画抛线，你就要画准线。为啥呀？因为抛线我要回归定义呀，到定点的距离和到定直线的距离一样大，这样的点的轨迹是抛线吗？我画准线的目的就是为了转化。凡是给我到焦点的距离，我就可以根据定义转化成到准线的距离。凡是给我抛线上的一个点到准线的距离，我就可以根据定义转化成到焦点的距离。就是为了回归定义。好了 ，F 是抛线的焦点 ，L 是它的准线，过抛线上的一个点做准线的垂线。这是随便在抛线上找一点 A， 它向准线做垂线，垂足是 B， 射线 AF 连接 AF， 并把它延长。
它和准线 L 交于点 C 啊，它连接 AF 并把它延长，和准线交于点 C。AB 的长是等于2，你看我现在就要回归定义了。你是抛物线上的点，那么你到定直线的距离和到准线的距离和到定点的距离到交点的距离是一样的，所以 AF 的长我们也知道了。BC 是这段长 ，BC 是等于2倍根号3，是从这儿到这儿。然后让我求的就是抛物线的方程啊，那大家想，我要求抛物线的方程，我想要求什么？我就是想要求 P 呀，我怎么才能求出来 P 呢？大家思考一下。一共就是给了我 AB 的一段长，那么我知道了 AF 的长，还给了我 BC 的长，其他的条件呢我们都不知道。好了，那我就想，我要求的是 P， 我要挖掘已知，怎么来挖掘呢？我要充分的应用它的几何特征。现在你看，这是个直角三角形。我既然知道一条直角边 BC， 我还知道另一条直角边 BC， 所以我就能够求出这个角 BAC。在 RT 三角形 ABC 当中，那么弹进它角 BAC， 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叫阿尔法，比较方便。弹进它阿尔法，它是对比邻。对边是2倍根号3，邻边是2，所以呢，它就等于根号3。弹进它60度才等于根号3，于是我们就知道阿尔法是60度。我要把我所有能够表达的、挖掘出来的，都用式子表示出来。表示出来，阿尔法知道了，哎，我当然就想连接 BF 了。为啥呀？因为 AB 跟 AF 是相等的，等腰三角形一个角是60度，那它不就成了等边三角形吗？所以 BF 的长也被我求出来了，它就等于2。这个角是60度，这个角也是60度，等边三角形。那么这样的一个小角这是垂直的嘛，它是60，它就是30。你看，在这个 RT 三角形当中，我给它标个字母叫的，在 RT 三角形 B 的 F 当中，这是2/P 个单位，2/P 个单位，这条直角边就是 P 呀。30度所对的直角边是斜边的一半，斜边是2，所以的 F 就是1，也就是 P 是等于1的。P 要等于1， 2P 自然就等于2。你是开口朝右的抛物线，标准方程已经给我了，所以抛物线的方程 y 方等于2x，所以这道题我们就选 B。那么大家是不是体会到了解析几何关键词落在几何上？所以你要找角啊、垂直啊、平行啊、相似啊，包括这个在 RT 三角形当中，对比邻是正切值，对比邻是正切值，对比斜是正弦值，邻比斜是余弦值，这都可能要用到。好了，我们再看一道题，这个呢是和生活实际结合的一道题。这道题呢，它就稍稍有一点难度我们先看一下。有一个隧道，这是隧道，你看，这是中间的这条线，双车道的对行的。它的截面呢是由一个长方形和一个抛物线构成。我们这是实际的隧道的形式，这是我们抽象出来的它的一个截面。这是一个长方形和一个抛物线构成的。
如图为了保证安全，要求行驶车辆的底部，我们这个车辆的顶部是平的啊，设为平顶。它与隧道的顶部在竖直的方向上，高度的差，也就是你的车，你不可能顶在抛物线上，顶在隧道的这个壁上，那你就没法通行了。所以你要和这个隧道壁保持一段距离，保持多少呢？0.7。如果行车道的总高度，题中都已经给我们标完了。它这个从抛线的最高点一直到这儿，它是7.2米。那问车辆通过隧道的时候，我们要对车辆进行高度的限制，限高。那么它的限高应该是多少？那像这个问题我怎么办呢？既然上边这一部分是抛物线，所以我当然要求出抛物线的方程。你要求抛物线的方程，就得间隙。所以我们怎么间隙呢？我们就这样来建，抛物线的顶点是在坐标原点处。我再画一个，建立直角坐标系。这就是抛物线。抛物线这一点是我给它标上字母比较方便。这是下边的这个矩形，这是下边的矩形，我给它标上字母，这是西的 EF 吧。这是西，这个是的，这个是 E， 这个是 F。我想求出这段抛物线所对应的方程。那么现在它的标准方程我已经知道了，顶点对坐标原点以 y 轴为对称轴，开口朝下的抛物线，它是 x 方等于负的 2py， 我只需要找到 p 就可以了。怎么找到 p 呢？我需要找到 f 的坐标或者是点 E 的坐标。我们再看这个图这是3.6， 3.6，总共从这儿到这儿，这是9.6， 9.6除以2呢，这是4.8个单位，这是4.8个单位。显然呢，点 E 的坐标我们就知道了它是负的4.8逗，它的纵坐标是多少呢？纵坐标你看这是7.2。减去2.4，是不是也剩的是4.8？ 7.2减7.2减去2.4，也是剩的4.8。那么点 E 的纵坐标呢？它就是负的4.8。点 F 的坐标呢是4.8到4.8。由于点 E 和点 F 是在抛物线上的，我把其中的一个点带到方程当中就可以了。把其中的，比如说我把点 F 的坐标带进来 ，x 是4.8， 4.8的平方我不用算出来，我就写成4.8乘以4.8的样子就可以了。然后负 2py 呢是4.8，所以呢我直接约分那么2p 它就等于负的4.8。所以抛物线的方程我就求完了，是 x 方等于负的4.8y。好，这个就是抛物线的方程。抛物线求完了以后，我们再接着看这段距离是3.6，因为你这个车呀不能贴着这个隧道的这个壁，
它有一个小台阶儿，你得在应该行驶的画线的内部去行驶。你看，这就是近里边它有一个小台阶儿，你要在画线内行驶。所以呢，在行驶的范围内，这是3.6。那么，这是3.6啊。我现在要求的是什么呢？我要求当横坐标取3.6的时候，它的纵坐标落在哪里了？它纵坐标所对应的值。所以横坐标取3.6，纵坐标是 y0。我要把这对 x、y 的值带到抛线的方程当中，我求出它的 y0。3.6的平方，我写成3.6乘以3.6，方便我约分，它等于负的4.8y。我先用4约，14的是20的8， 49 36，我再用3来约，3是1是2， 3 3得9，我再用4约，这是0.9。所以呢，我 y 的值这是负 y 等于39 2.7，y 的值就等于负的2.7。所以 x 取3.6的时候，对于这个抛物线来说，它所对应的纵坐标就是负的2.7，也就是从坐标原点到这儿，它是2.7个单位，纵坐标是负的2.7。那么你车是不能够紧贴着这个它的隧道壁来行驶的，你必须得和它保持0.7的这个距离，保持0.7米。那么在2.7从最高点到这儿到地面，现在大家知道它是7.2。7.2我要减掉谁呢？我要减掉这个2.7，它表示的是这段长，它的长度是2.7，我要减掉这个2.7，还要减掉我的车顶和隧道的上边这个抛线型的这个壁要保持0.7的距离，我还要减掉0.7。总共是7.2，去掉这部分距离2.7，再去掉你和人家保持的距离0.7，那么剩下的这部分就是你车的高度。所以7.2减2.7减0.7它得到的是啥呢？3.8，这个就是它的高度。好了，这个呢，它是一个实际应用的问题。所以学数学是干什么？解决实际问题呀。总有同学问学数学干什么？你看，如果你学了抛物线的知识，先把抛物线求出来，然后根据题中的要求，你这个是行驶的这个范围，它得保证它是3.6。x 取3.6的时候，我看你抛物线上的这个点的纵坐标，我就知道这段距离了。你和它还要保持0.7米的距离，所以呢，我用总高减掉这段距离，再减掉这段，剩的就是车的高度。所以呢，解决实际问题这个大家见识见识这样的题型。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往下做，再做一道题，大家看一下这道题。下边的这道题快点读题，画草图，看看自己能不能解决出来。抛物线是开口朝右的，它的焦点是 F， 按照题中所说，迅速的建立直角坐标系，开口朝右的抛物线，焦点是 F。我经过它的焦点做了一条直线，画抛物线一定画准线。经过焦点做了一条直线，它和抛物线交于点 A 点 B 和准线交于点 C。然后呢，题中说 BC 等于2倍的 BF，A
AF 是等于4的。求抛线的方程，求抛线的方程其实就是求 P 啊，我找到一个等式，把 P 求出来就可以了。怎么求呢？既然它是抛线上的点，我们要回归定义，抓住几何特征。A 是抛线上的点，那么你到定点的距离一定和它到定直线的距离是相等的，所以 AA 撇我们也算出来了，它是等于4的。那接下来呢，我要求 P， 我还知道什么条件呢？我不是知道 BC 等于2倍的 BF 吗？那么点 B 也是抛线上的点，它呢也要向准线做垂线，也要转化 BF， 你就等于 BB 撇。原来呢 BC 等于2倍的 BF，BF 又等于 BB 撇。现在我们就知道 BC 就等于2倍的 BB 撇。由于三角形 BB 撇 C， 它是个 RT 三角形，在 RT 三角形当中，一条直角边如果是斜边的一半，那就说明这个角是多少度啊？30度。在 RT 三角形当中，30度角所对的直角边，它才是斜边的一半。所以这个角我们就找到了。那么在这个 AA 撇 C， 它也是个 RT 三角形。这个角是30度，30度角所对的直角边是斜边的一半，它是4，所以斜边就是8。斜边是8，AF 还等于4，所以大家看 FC 是不就是8减4，它就等于4了。那么在三角形FF 撇 C 当中，我不断的应用这个直角三角形以及这个锐角是30度。在这个直角三角形当中，30度角所对的直角边2/P，它所对的直角边是 P 个单位，30度角所对的直角边是斜边的一半它等于斜边的一半，斜边等于4，斜边的一半就是2。所以呢 2P 就被我们找到了， 2P 就等于4。你是开口朝右的抛线，方程已经给我了，把式带进来，所以抛线的方程就是 y 方等于 4x。显然呢，这道题我们就选 B。好了，这节课呢，我又给大家做了几道题，再一次消化了抛线的概念然后呢，熟悉了一下4种形式的抛线的方程。好，这节课我们就讲这么多，下节课给大家讲新的知识点。